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2月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机器人概念突然爆火，板块个股纷纷上涨，但千万要注意，龙头股特斯拉目前技术面显示不是一个安全买点，千万不要随便追涨。而同时，谷歌回调也看似止跌，那么这里真的是一个加仓时机吗？美股在暴力反弹之后，也开始了一个诡异的横盘状态。周五可能见到神奇九转信号，这背后是机会还是更大的风险？我们该怎么去看待和应对？现在看到我们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62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会通过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到最为关键的纳斯达克美股指数的技术面观察。阿哲会通过3个维度，分别是螺旋桨的 K 线状态怎么去看待，和神奇九转信号究竟会不会在周五形成，以及最后会通过日线的趋势来去发现当前的趋势状态有所改变。这是第一部分关于指数大环境的分析，在技术面去出发。那么第二部分和第3部分，我们开始会讲到有关于个股的分析，特斯拉、Meta、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OD、HMS、APP、Circle、SMCI、PLTR、Coin、Coreway、美光以及亚马逊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今天的个股解析依旧能够对您带来帮助。当然，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阿哲相信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感兴趣或者说有所关注，所以阿哲呢是把每只标的的时间轴段落都分好了，大家点击下方对应的段落就可以看到对应的行情解析。希望这个设置能够帮到您。阿哲唯一的建议就是第一部分千万不要跳过，因为它非常的关键。指数的一个环境会影响个股的投资氛围，如果当前市场是风险，那么个股哪怕有买入机会，也必须要清仓亦或者是放弃。所以指数解析是每次阿哲视频当中最为关键和核心的部分。我们现在看到第一点叫做螺旋桨。什么叫螺旋桨 K 线？它呢其实是一种相对特殊的单根 K 线的分析方式。曾经呢它在偶尔的一些低位和高位有所出现，而近期又产生了，而且不止产生了一次。那么当前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螺旋桨。螺旋桨呢顾名思义，它呢就是一个相对对称的一种 K 线，它的一个上影线和它的下影线正常是等长，或者说你乍一看是不太能够看得出哪一个，或者说你乍一看你不太能够分得清上影线和下影线是谁长。好，那么有较长的上下影线最好比实体是明显长的，而它的实体呢跟10日线的相对移线有点不一样，它是有一定的实体的范围。那么阿哲呢举一些例子，当然下方的例子呢有一些不算很标准所以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出现螺旋桨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出现螺旋桨 K 线之后它后市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我们根据不同的变化呢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它出现了一些震荡，正常来讲这个震荡范围是在螺旋桨 K 线的高点和低点之中。那么我们需要看一下后市的震荡的范围，它的收盘价大体是在它的下影线范围内还是在上影线范围内。如果后续3天内它的平均的一个收盘，或者说平均的重心都在上影线处，那么就说明整体方向后市看涨的概率会比较大。假如3天平均它的一个收盘是在下影线，整体的螺旋桨的中轴线之下的话，那么我们会认为它向下的一个可能性会更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螺旋桨之后，这里是1、2、3天时间，有2天收盘都在螺旋桨的中轴线之下，或者是下影线附近收盘。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能够认为它会看跌的概率大于看涨。这种是在螺旋桨之后震荡，我们用3天后市的平均来看待。当然有时候它可能不会震荡，而是在螺旋桨后在中轴线之上，它直接形成了一个向上突破螺旋桨 K 线的高点。当然这个螺旋桨不是很标准，因为它的实体相对来讲细了一点。我们就假如它是一个螺旋桨的话，后市如果没有在其中去震荡，那么就不用3天平均，而是直接看收盘是否直接突破螺旋桨 K 线的高点，亦或者是跌破它的低点，那么以此呢去看涨或者说看跌。那么我们看到第3幅它呢会比较多一点，是吧？这个呢是相对又是螺旋桨又是10日线，
后续的价格，首先第一天它的收盘价就在下影线的位置，第二天就跌破了，就不用等3天了，是吧？后续2天都在它之下，第3天你平均下来，它肯定也在下方，所以整体呢就是偏空的。好，这一天呢又是一个10日新加螺旋桨的样式，第二天直接突破，所以这个地方呢可以偏多。那么这一天又是一个标准的螺旋桨，实体呢是有的，而后上下影线相对等长，并且比实体要长，这种情况下，第二天是跳空下跌，直接破位，直接看跌。好，所以这是螺旋桨 K 线的一个状态。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当下的行情走势，最新的这根螺旋桨我们怎么去分析？那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最新的这个6号 K 线螺旋桨，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螺旋桨。像3号 K 线呢，它也可以算，但是不标准，因为它很明显上影线偏短，而实体呢又比影线不是说相差的太悬殊。好，那么6号 K 线就很标准了，有一定的实体，但是比影线很明显是短了，而上下影线呢又明显是很长的，并且差不多等长。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中轴线大概是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是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在中轴线之上。那后续呢，如果还在这之中震荡，那么看一下第2和第3根 K 线的整体收盘，如果依旧整体在这之上，那么我们后市螺旋桨依旧看涨。反之如果后市它没有震荡，而是收盘价直接跌破它的低点，亦或者是突破它的高点，那么就不用等3天平均，而是直接看涨，或者说看跌。所以这是螺旋桨 K 线告诉我们的一些特点。像前期这里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螺旋桨 K 线，中轴线在这里，第一天收在这之上，它突破了，当时是阴线，所以不能直接看涨。第二天跌回来，第3天还在这下面，所以3天平均2天在之下，而后整体还是有跌破的。所以这个方向呢是相对看跌的，这是当前市场单根 K 线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神奇的9号 K 线。那么这张图表上所标记的1到9的序列，它其实就是神奇九转。这个指标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不一定你把它用好了。神奇九转呢，一个最简单的观察角度就是从1号 K 线到9号 K 线，可能是连续的上涨，是吧？从低点1到高点9，这种叫做上涨9。那么上涨9一般到9的时候，我们认为它可能会衰竭，所以股价一般从低位的1到高位的9，它是容易出现调整的。像我们看到前期这里，是吧？低点为1，高点为9，那么这种情况下容易衰竭，当时的高点就在这里出现。而我们曾经也是在这个地方提醒过，神奇九转在美股市场出现了，要小心风险，后续也确实出现了高点。而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神奇九转，从低点1到高点9是一个上涨的。所以它是一个上涨9，上涨9则容易上涨衰竭，后续市场也出现了反向的调整和暴跌。而当下呢是到了一个7号 K 线，也就是说，如果连续这个九转 K 线7、8、9，也就是说剩2根 K 线就会达成九转，也就是说我们最快在本周5的时候将会见到神奇九转 K 线。这里就有一个新的问题，我怎么知道今天会是8，明天会是9？这个九转 K 线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形成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它能够去形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九转 K 线的形成逻辑。这个九转信号具体怎么用？它有很多使用方法，阿哲一个视频讲不完，所以如果您想要学习很完善的九转使用技巧您可以多听一下阿哲的直播或内部课程，亦或者点个订阅，未来我们经常会讲到这个九转。九转的信号形成，我们先讲到第一个，而我们今天主要讲就是这个九转怎么会去延续和形成。那么你要知道它的形成条件一般会有2个。那么第一个条件呢，不是目前的关键，我们如果要看从1号 K 线后的延续九转的 K 线，你只要看第2个条件就行。它需要出现的就是每一天它的收盘价和4天前比都要高。那么这就是一个九转的延续条件。那么也就是说，除了第一根 K 线不一样之外，像2、3、4、5、6、7、8、9，那么后续的这8根 K 线，它的特点就是都跟4天前的收盘价比，而后它的收盘价都比它高。那么一旦是确定了，那么它就是新的九转 K 线。我们举一个例子，像如果这里是2号 K 线，我怎么知道1后会是2呢？那么你就需要在2这里往前看，1天前、2天前、3天前、4天前，那么2号 K 线它就是和4天前这根收盘价比，它只和它比，不用跟中间的比。所以4天前的收盘价是阴线在这里，而它也是阴线，它的收盘价在这里，所以2比4高，那么它就是一个上升结构的2。那么怎么去延续到3呢？那么3依旧和4天前比，3的4天前那其实就是之前的这根 K 线了，
是吧？它很明显收盘价也是比它高的。那么这个动作只要延续9天，那么就会形成神奇九转，每一天都要有，每一天都不能断开。所以当前呢，我们看到昨天为什么是一根7号 K 线啊？因为7往前数，这里呢是7的1天前、2天前、3天前、4天前，所以它的收盘价在这里，它的收盘价在这里，那是不是7比4天前就高了？所以它是7。那今天怎么样会是8呢？那8号 K 线它是1天前、2天前、3天前、4天前，那也就是说它跟这一天比，只要今天的收盘价比它高，它就是8号 K 线。那以此类推，9号 K 线你就知道了。那么具体数值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所看的就是神奇九转在纳指上的表现，目前到了7号 K 线，那8号 K 线它就是和1天、2天、3天、4天和它去比。那么你看一下它的收盘价，它的收盘价是 23,365.69， 也就是说今天8号 K 线的收盘价是必须要高过 23,365.69， 它才能够形成8号 K 线。今天收盘价如果在它之下，那么就不是8号 K 线。如果不是8号 K 线呢，你就用螺旋桨去看。如果是8号 K 线呢，就小心9号 K 线的形成。那9号 K 线要比这一天它的收盘价高，所以8号 K 线的难度还大一点，9号 K 线呢就简单一点，因为9的收盘价更低一点，因为9的4天前的 K 线它的收盘价更低一些啊，所以这是1到9形成的一个逻辑。那么听到这里，你明白了吗？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第一部分关于单根 K 线的分析和神奇九转9根 K 线的分析。那么相信这种价格行为是能够帮到你不少后续行情的判断。那么听到这里，如果有所帮助，您是老同学的话，记得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的宝贵小红心、宝贵的爱心，支持阿哲的日常创作。而如果您的时间相对充裕，那么可千万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留下您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建议。当然，如果您还是一位新同学，那么阿哲也希望您可以顺手点开底下的订阅按钮。首次相见，很高兴阿哲所分享的知识以及行情判断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也很高兴您能够点击订阅阿哲频道。只要显示已订阅，您就是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而只要您能够把这个全部铃铛都打开，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发布之后都会第一时间由系统通知到各位。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一起成长，一起学习技术分析，一起交流美股行情。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部分。第3部分我们会讲一下日线的趋势的变化。当前经历了一个强势的反弹之后，目前的趋势其实有所改变的。至少你会看到，如果前期有一个下降趋势的一个走势或者说通道的话，其实目前很明显是已经突破了，而且突破之后走了一段距离，所以当前的上行反弹非常强劲，强到已经有机会改变趋势。但是对于趋势的改变，不是简单突破压力就可以的，它还差一个动作。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3部分。目前所看的是我们的彩虹带指标，也是阿哲趋势交易系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中短线研判趋势的指标。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亦或者是财神朋友，您应该都可以看到我们图表当中的这个彩虹带，它有2种颜色去组合判断趋势的方向。紫色代表是一个上升趋势波段，如果是黄色就是下降趋势波段。而上升趋势时，我们以回调做多为主；如果是下降趋势，则反弹做空，亦或者是反弹找高抛点。所以我们最近讲到这一波反弹时，虽然低位呢有及时去低吸买入，参与了本次反弹的一个利润，但是到了目前这个位置，阿哲的建议是，要么你就选择越是上涨越是高抛，要么你就选择持股不动，等待一个右侧的下跌阴线去减仓去获利兑现。这是我们当前走到这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想法，也是阿哲前面2期视频的主要观点。至少目前这种地方绝对不是一个加仓买进的地方，而我们前期能够抄底成功，也只是抱着反弹去做这波行情。你不能反弹着，前面买的少，后面就想越上涨越去加仓，越做越多。随着股价的反弹，把之前的一些看法抛之脑后，这是一个大忌。做交易者，特别是成熟交易者，千万不能够因为行情价格的波动而去随便改变你刚开始的那个计划。那么当前的股价走势呢，已经是突破了飘带。我们说股价如果是黄色带，正常在飘带之内收阴线收下跌啊就要跑了，但是它一直收阳线，一直突破啊，所以当前呢右侧是没有太多风险的。它没有一根 K 线是把昨天的低点收盘价给跌破的，而且都是阳线，所以当前走势右侧完全没风险，那么左侧才有高抛机会。
那么当突破了这个飘带，就说明本次的反弹力度是很强劲的，因为正常的反弹是不会突破飘带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比如说前期这种下跌，就是正常的一个反弹力度，它是不会去突破飘带的，就在飘带之内呢就会滞涨，就会出现高点的信号，反弹到飘带之内就会有强压力，这种是正常的下跌反弹状态。而当市场能够去突破飘带的时候，就开始不正常。所以前面这3次都是反弹，然后第4次的时候突破飘带就有机会由反弹走为反转，而当下的美股市场就是有机会由反弹走为反转，但是它有2个条件必须要满足。第一个条件就是突破之后的2根 K 线会形成压力，而后要被突破，所以当时这是第1根，这是第2根，这个地方将会有压力。价格走势目前有2天收盘在这之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第1个条件是满足的，它突破了2根 K 线之后的那一个压力。这个条件呢很关键，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地方的压力很容易突破，很多时候的反弹行情哪怕能破飘带也不容易去突破这个高点。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案例，这是纳斯达克指数23年7月到23年10月份的一波中期的下跌，这波下跌当中也有很多次出现了一个向上的突破，在突破的时候这里是过去黄带第1根，过去黄带第2根，而后它这里将是一个压力，这里不能够被突破，那么后续这里是反转的概率其实就不大，是吧？它后续依旧是一个反弹高点。好，股价呢能够突破飘带，突破第1根，突破第2根，好，那么它这里就是压力，不能突破，说明本次它依旧只是反弹，只是说这个反弹比较强一些，所以这个条件第1个就不太好满足，而后它必须得要突破第1根，突破第2根，而后还能够突破，把这根 K 线转为支撑，才有机会去走出反转行情。所以我们2个条件，第1个就是2号 K 线得要被突破，由压力转为支撑，不能够随便的再去有效跌破它。而第2个条件就是它的飘带由黄色转紫色，并且产生支撑。我们可以看到之前这种地方它转为紫色飘带之后是没有支撑的，直接跌破的。它转为紫色飘带有所支撑但是它还是不能突破这个2号 K 线的高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地方呢，它2号 K 线被突破了，并且后续呢飘带回踩时有支撑，产生了买点。所以在趋势交易过程当中要去界定它的反转，首先2号 K 线是否突破，然后飘带是否有支撑，出现仿包买点。所以在做一波趋势的反转行情时，不用太过于着急它本次的上涨会不会不给你机会。如果真的一轮行情在上涨时你没能在初期去买入，而后就错失了，那么这种行情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它根本不是反转，所以你才会发现你不买它就没了，因为不买之后它就见高点了。那真正走出反转趋势的话，它会在未来很多时候的回踩蓝色。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反转行情，你会发现哪怕你一开始没有买，它未来也会在每次回踩紫色飘带时给到你仿包的买点。所以当下呢就耐心等待它的确认，目前已经突破了2号 K 线，所以这里呢应该有支撑，而价格走势它得要由黄色带转为紫色带，市场后续的一个回调当中不跌破飘带，出现仿包买点，那么这个买点将是能够放置更多仓位的买点。前期没有去抄底，没有低吸的同学，那么走到这里我们可以等待2次的回踩飘带去买入。那么飘带的一个支撑点我们看一下，它的上沿是 23,081.79 作为第1个目标，它的下沿是 23,001.87 作为第2个目标，这里是一个支撑区，回踩不破仿包则作为加仓点，这是下一个波段买点，而现在还不能够随便作为买点。那么以上呢就是第1个我们指数的分析，对于螺旋桨、神奇9号 K 线以及呢日线的趋势变盘阿哲的一些观点和当下行情一些策略的看法。那么在这种指数分析环境之后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讲一下个股解析。当然个股解析的交易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要不断的结合目前的指数环境和刚才所定下的策略去交易个股。当下肯定不是一个积极开仓去买入个股的机会，而后续的回调不破飘带再次启动才是真正去寻找买入个股的机会。所以当下呢有一些股票可能出现了买入机会，但是我们的仓位要么小，要么先放过再等等。在正式讲解个股行情之前，那么有一件事情阿哲需要再次提醒，也就是我们的粉丝订阅福利。那么阿哲这里呢再次全面的说一下，那么阿哲呢这里再次正式的全面的说一下，如果您是订阅同学，那么您是可以领取到3重福利。第1重福利就是彩虹贷的体验前线，您可以跟助教老师激活1周的使用权。
在右上角小卡片当中，亦或者在下方评论区可以点击置顶评论，找到助教后可以激活我们的彩虹带趋势指标，您就可以看到您手中的股票究竟处于紫色带做多主升浪阶段，还是黄色带做空主跌浪阶段，是一个阿哲日常会非常关注的一个趋势类指标。而后呢，在第2和第3的福利期，而后我们看到第2重福利就是盘前解析和点位的预测。那么阿哲呢，在每天美股开盘之前，只要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去讲，就会去写。那么目前你所看的就是之前11月24号和12月3号美股开盘之前，阿哲所发布的一个盘前广播，一般会讲到指数的一个环境解析，还有个股的一些点位分析。那么这些行情广播也希望对于订阅同学能够起到一些帮助，对于您的短线波段上一些关键点位应该还是比较有帮助的。这个也可以同时找到朱老师去激活，去进行一个领取。第3重福利呢，是我们每周不重样的主题班课。本周我们会讲到量化的精确交易，你想不想更加明确的去定义自己的买点和卖点？本周我们主要就是分析一些量化模型，怎么样更好的去买在加速点，或者说卖在一些高点上。如果你目前的买卖点还不太上场，那么本周的系列课程希望您能够去积极参加，去跟朱老师报名学习，这是本周的一些课程。您只要是新订阅的粉丝观众同学，那么本周课程您可以直接找朱老师免费报名参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个股解析环节了。第一支标的，我们看到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行情走势，昨天受消息的一个影响，突然之间产生了一个上涨。而后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其实也是一个螺旋桨 K 线，然后螺旋桨呢出现了一个单边快速加速的突破，所以这个在螺旋桨 K 线当中是一个买点信号，并且这个买点突破了关键的位置，所以对于短线来讲，大家注意了，阿哲所讲的是短线，也就是说它只是短期内以追涨的方式去看待，这里是一个买点，所以特斯拉昨天短线是一个买点，但从一个波段行情来讲，目前不可以。但如果是以波段行情来讲，目前是不能够作为买点的，因为之前我们说这一波行情的走势，它是针对之前的这一波调整。曾经这里如果假设它是2浪回调，那么这里呢可能就是一个4浪，后续呢还是可以有5浪的可能。但是它的4浪走势和2浪一样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是比较少见的。而当前的这种4浪走势，它的时间、它的空间其实都比2浪要小和短。所以它不是一个相对同级别的一个走势，这个地方要么它不是4浪调整，如果它是4浪调整的话，这里应该还差点时间，所以这里出现直接启动的可能性，阿哲认为是不大的，并且它上方其实有一个靠近的目标，是波段一个曾经的压力位 462.21， 我们曾经是怎么测算的？用的就是前方2浪的这个三角形去测算的，测算1倍的空间，这个目标当时打到之后呢，一直震荡而后下跌。所以之前的这个目标位，它这个压力一直有效，而当下的价格短线加速之后，你短线看涨，可以博弈一下，它会去上冲这个压力去看看。但是作为波段来讲，它的空间太小了，所以这里重新去做比较大的波段的上仓位是不太好的。所以当前依旧还是看前期回调之后的一个反弹行情，不要随意的去做波段的一个买卖，最多是以短线继续维持看涨而已。作为波段投资者，我们可能更加希望更加明确的信号，只有股价呢能够把上方的一个压力位放量突破，而后回踩时去寻找再次的打开空间，去捕捉它的一个5浪上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短线上，从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中可以看出，当前的一个黄色 K 线是一直在持续的。黄色 K 线呢，它代表一种超买的信号，那么超买的一个价格走势，它其实就已经不能够去做交易了。就股价一旦到超买，属于阿哲趋势交易当中一种尽可能不开新仓、不加仓的一个行为，或者说一种信号提醒，就是不管如何，只要是黄色 K 线产生了，后续不管是涨是跌我们尽可能不要再去想着开新仓，而是等到它有一波调整之后呢，去寻找再次的买点。等到调整之后去找买点，会比你在黄 K 产生时还去追涨会好很多，至少成功率呢会高很多。所以当下一样的，这里是突破的第1根，突破的第2根，所以从波段的角度、趋势的角度，目前特斯拉这根 K 线的高点是一个压力，它得要先突破这个压力，而后回踩不破飘带，我们作为趋势的看涨加仓点，作为一个反弹反转点。目前依旧是下跌趋势，短期的下跌波段，所以当前走势虽然很强劲，但是有黄 K 有黄色波段，我们尽可能在这个地方不去盲目的加仓。你的买点可以是之前的低吸，也可以是后市的回调，但是
不应该在这种加速时去随便的去加多仓位，特别是之前低位没有买太多仓位，而在这里去买更多仓位的同学，那就更加不对了。这种仓位的分配，一不小心如果真发生回调，你瞬间被套，那么这个地方就不应该去作为更多仓位的投资点。我们看到飘带附近啊，当前的飘带中轴是 423.26， 它的下沿是 420.095， 这附近应该在后续回踩时产生支撑。我们更加去买入的前提是这个高点被突破，然后再回踩，我们再去看涨。这个高点如果不被突破，回踩之后空间其实也是有限的，所以先突破再回踩，它的买点才会更好。所以这是我们在做趋势类交易时关注的反弹到反转的一个节点。那么以上是对特斯拉的看法，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Meta 的行情走势就依旧还是属于周线日线的共振当中，周线和日线目前都是神奇九转，这是我们在标9之前啊就提到的，并且反复的强调。这个9后呢就产生了一个上涨，是吧？它之前的9产生了一个高点下跌，这个9产生了低点反弹，所以 Meta 中的神奇九转近期的效果还是都不错的。所以这波反弹我们把握到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就有提醒到这个9的形成，而周线目前也是9，越大级别的9它的效果会越稳定，越大级别的下跌9它的低点就越不容易被破。所以当前处于日线涨了一段时间，即将到日线的9，而后周线呢是下跌9刚形成，所以当前这里呢它可能会有波动，但是以周线级别的下跌9来看，这个地方只要突破9的高点，能够站稳一根周 K 线，它的后续空间还是蛮大的。当前我们要关注一点，就是周 K 线能不能突破9的高点，以及呢日 K 线，就它哪怕不突破啊，日 K 线这波回调只要够浅不深，完成2次回踩，后续继续找买点看涨啊。我们之前一直说的就是看缺口的回补，所以这个空间是足以去参与的，哪怕它是反弹，我们也可以比较关注啊 Meta 近期的走势。那么短线上你应该可以知道它的9会不会形成。那么今天的8号 K 线怎么比啊？1、2、3、4，收盘价得要到它之上，如果没有的话，这个9就被打破了，依旧可以看回调。因为9转在形成过程当中已经是告知衰竭，只是到9的时候衰竭的力度会更加明显，就是说打破9之后就不会跌，只是说到9的时候这种上涨衰竭呢会到一个极限点。我们之前说过啊，9为级数嘛，但是到7的时候已经要小心了，看到有一些风险信号已经要减仓了。不是说到9才减，所以当前呢也一样的，我们看到短线上 Meta 的一个反馈，目前的短线你会看到它的一个170是被跌破有效，黄色带是下行的，所以我们一直说的都是看反弹，只是反弹的力度级别会比之前大而已，我还是看反弹为主。反弹过程当中目前是一个黄 K， 这左侧是可以减仓的。黄 K 突破的2根 K 线是谁？这里是第一根，这里是第二根，2根里面取偏高的，所以运线的高点就是目前黄 K 突破的一个压力位，它要突破回踩，而后找机会。如果不突破回踩，也可以找买点，因为它这里大概率会转为紫色。当然找到买点之后要小心，上方还有个压力，是吧？它后面还是要面临这重压力的。先突破再回来，后续会更加轻松；不突破回来，后续呢会有一重压力比较靠近。回踩时只要有支撑反馈，有止跌收阳，都是 OK 的一个回调买点。所以当前的飘带大概率会转为紫色。而目前的飘带下沿是 621.96 作为一个支撑点，在这个回调过程当中寻找止跌点或止跌 K 线。黄 K 区间，黄 K 未消失之前啊，就不要随便做加仓了。下一只股票我们是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呢，我们是不是讲过它在小级别或者说在次级别呢有一个相对往上的头肩顶状态，而且颈线位被跌破啊，就是这2个低点。当然在本级别的话，这个低点其实不是很有效啊，所以我们说是次级别。所以次级别当中这个地方是一个压力，被跌破了，反抽一下长上影线，然后跌破。所以当前的英伟达有一个概率，就是更大概率走的一个下行结构啊，它前面已经走了很多波下行了，所以当下呢又是反抽颈线，而后又收跌，长上影线之后下跌。所以当前我们看这个低点是很容易被破的，这个下影线产生上涨为反弹的概率会更大一点。所以当前的英伟达短期内我们不随便的再去看多，除非后续出现比较明显的关键压力的突破反转，我们再去看多。当前还是比较偏空的趋势。我们再看到短线指标的反馈，现在我们看到图表当中是英伟达的一个行情走势。英伟达的走势当中，它是不是处于黄色带？黄色带每次反弹时就以压力来看待，所以这一次反弹反抽收跌，它不只是因为颈线啊，同时还有一个黄色带的压力，所以黄色带处产生了射击之星，或者说类似墓碑等的 K 线都小心一点。当下呢就是走为下跌挺分型，那么目前就是一个风险信号，股价上方的一个飘带下沿临近压力是 182.529， 目前没能突破，那么这里形成一个压力，不要做多，这里小心不要随便做多。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特斯拉、Meta、英伟达的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是一些其他的标的，第一支也是关键的标的叫做谷歌。我们先看到谷歌的一个分析，在谷歌的图表当中，你会发现它就是处于长时间的紫色飘带。这也是为什么阿哲让大家呢要赶快去激活这个彩虹带的一个原因。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您手中还未激活彩虹带的，您一定要记得激活，因为激活之后您会看到这个个股的飘带是不一样的。指数目前的飘带是黄色带，如果个股还能够是紫色带，这种股票很多时候你去参与做多，它的胜率会比黄色带的要高很多。目前还处于黄色带的股票，要么是弱势股，要么跟指数是同势股，而紫色带的，您只要去规避一种目前是超买的，或者说它已经是加速的，不要去做之外，你做紫色带回调的，那么它的一个安全性会比大部分个股是要高很多的。那么当下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个回调，回调过程当中正常会碰到紫色带，如果跌穿紫色带属于相对极限的回调，在紫色带内止跌属于正常回调，如果是不碰紫色带，那么属于强力的这种多头趋势。所以当前呢它是不碰紫色带，出现止跌阳线反包，所以当前我们界定它的多头是强力的。那么强力的多头下出现的买点是可以作为回调的买入的，唯一我们要去相对考虑到的一个不足点就是当前的市场环境，因为正常的绝佳的买点它应该结合两个部分，一个呢是指数的环境，一个是个股的环境。当指数处于看涨环境时，个股的所有买点它的胜率肯定会有提高。当指数它处于一种相对的风险点时，那么个股的买点很多时候相对仓位就要放低一些，因为你要小心个股被有所影响，进一步的去下行，它的止跌可能就是假信号。所以当前的谷歌呢可以作为买点，因为它很漂亮是一个放量的仿包 K 线，并且是强势的回调，但是它的指数环境当前的节点不算很好，所以可以先做一次买入，而后等待仓位回调再加仓，或者说突破左边的黄 K 高点，确认止跌有效，确实强劲，而后再去加仓。所以当前这里呢是一个买点，但这个买点不要放太多，为一个试错性买点，它有可能再次下来去碰飘带正常回调去找买点，或者说它确实止跌了向上突破去做突破加仓点，这两者都可以，只是当下节点不太好，所以仓位呢不用太多。我们再看到它的底下支撑是 305.906， 这里作为正常回调的一个区间，我们之前也一直讲这是一个强支撑，因为左边还有缺口，右边有飘带，这里是强支撑，它如果往下探，这个地方有止跌才是更好去投入更多仓位的一个买入的一个位置。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甲骨文，甲骨文呢近期也是有所反弹，但是不变的是它是一个黄色带，黄色带之下就属于空方，空方每一次的上涨以反弹来看待，这是在趋势形成之后难以去改变的逻辑之下，我们去设定了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呢不是说它的胜率有多高，而是它就是一个趋势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因为市场在形成下跌趋势之后，它的每一次上涨，你如果以反弹来去看待，你会发现它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会破底的行为。因为下跌趋势的概率性就是破底为大概率，破顶为小概率，所以如果你每次看到低点都以为它能够破顶，那么这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每次看到一个低点后你都认为它能够反转，那你就是在做一个小概率事件。而如果你是以反弹来看待，你会发现大部分情况下只要是下跌趋势，那不变的情况下，它就是大概率会成功和应验你的一个看法的。所以当前呢虽然也有上涨也有反弹，但大概率事件你要知道目前就依旧还是容易创新低的，除非能够破飘带两根回踩有支撑，我们可以去看反转，否则的话这个地方离反转还早，就只看它是一个下跌趋势的反弹。而当前的强压力就在这一个地方，中轴线和170相对粘合共振的地方大概是 220.048 为本次反弹强压力区。这种股票呢去做多就相对小心有风险。我们看到下一只就是 MSTR 呢是近期我们说过在左侧有可能是大底形成，或者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反弹的底部，是因为它这个量能实在有点过分这一根量能直接超过了前方大部分时间的一个量能，所以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天量。这种量能在下跌了那么长时间之后还能产生而后它这一天还是个长下影线，一定是有一部分的买盘涌进，而后卖盘枯竭，就导致最近的一个向上的反弹。而这个反弹时还出现了一个倒停缺口，所以目前这里呢是一个不错的底部去博弈大反弹的一个机会。就它还是反弹，但这个反弹级别应该会比之前的每一次要大一些，所以我们说左侧可以去看一下。当然你要有耐心，不能够一把梭哈买入某根 K 线，
它这个肯定得要是左侧去分仓买的。当前呢是碰到了飘带附近，这个压力位是多少呢？是 187.896 啊，作为一个压力位，它这里有可能会走震荡，而后再向上去看。因为指数环境的原因啊，所以它这里直接走 V 型反转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所以你得要分多次仓位去下跌博弈会更好。上档的追涨买点，之前这里仿包有一个，但是现在呢就不要随便再去不断的追涨加仓了。飘带的一个上沿它是 218.407， 这一波反弹它的级别来看，至少要去破飘带一下。至于能不能回踩反转呢？到时候我们再跟踪。所以当前关注压力位附近会不会产生阴线，如果有的话，这里应该会走一个震荡行情的概率会更大。这里再次破低点的概率呢也有，但是至少短时间内不太容易出现。这是阿哲对 MSTR 目前的一个看法。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微软。微软的话就是170均线附近的止跌行为，并且这种止跌啊，它有一定的量能反馈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买盘在这里出现的。而后它的飘带是不是空方飘带？所以中短期偏空，而170向上，所以中长期偏多。这里有一个夹角，在夹角过程当中，就是一个空方的力量和多方的力量的一个博弈了。当前来看，两者有一定的势均力敌，在左边这种大跌阴线处在产生震荡，所以要一根比较不错的象征性启动阳线产生会更好。这是一个假阳线，假阳线如果能有反包阳线出现，并且量能不低的话，这里可以作为再次的买点加仓点。左边这根白 K 出现时突破了，可以作为一次买点。这个长上影线如果能够再次被反包，多头就还是强的。所以短线强势，中长线强势，那只是中短线偏空。这里可以做2次的买入，而后可以以白 K 低点作为防守，或者说长线影线低点作为防守啊，都可以。这里阿哲认为可以去搏一下它的170附近产生的底部行情。现在这股票我们再看到 AVGO 的话，它是黄 K， 我们之前一直提醒了黄 K 产生就不要去开多单、开新仓，是吧？你不管是前面的黄 K 还是这里的黄 K， 其实都是一样的。就黄 K 产生时呢，就不要随便去看多，你可以看涨，因为很强嘛。但你千万不要说在这里再去加仓去买进，是不太建议的。我们一般是要等回调之后再去找买点，所以当前就是个回调。回调过程当中碰飘带还没有差一点出现长下影线，所以属于一个比较强的支撑。这种支撑也跟左边的光头鹰有一定关系，所以当下就是有一个共振，这个支撑的共振，光头鹰的低点，飘带的上沿。所以这里产生了一个止跌点，而后我们最好有一个反包阳线出现，假阴去假阳真底反包，而后构成买点。如果没有这个反包 K 线出现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在这里盘整啊，但是它的买点就不明确，最好有明确的上涨，然后再去做回调买点。特别是在目前的行情指数环境不太 OK 的情况下，最好是能够等明确的启动上涨再去买入。下方的飘带目前支撑是 369.172 啊，这个点作为支撑。现在这股票我们看到 AMD 的话呢，就相对来讲弱一点点，因为它在反弹过程当中碰到了飘带，也是收了一个负线，就是我们所说的 Win 盖顶，还是放量的，所以当前来说呢，就还是偏空，有风险。反弹出现 Win 盖顶，这里是一个高抛点，也是一个相对的高点可能，所以当下又出现了顶分型，而后这根 K 线为 X 高点要被收阳突破，才有机会去再次上挑上方的压力，否则这个地方不突破，你做多的人依旧要以减仓为主。所以这个地方呢，对于多头唯一的胜算就是要反包这一根3号的 K 线突破，然后继续看涨。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作为一个减仓点，是吧？如果你不想全抛掉的话，可以减仓，再收一根阴线跌破前面的阴线，再去清仓也是可以的。当前就是空方向的反弹，不强势，继续等。而后我们再看到 HOD， 我们在昨天的盘前广播当中有讲到，它属于一个单阳不破的可能，连续3根 K 线没有去跌破这根背量阳线，而且有缺口回补，但是只补了一半，所以这个地方出现了再次的上涨，并且破了飘带。那么破飘带的第一根，而后等待第2根，目前是黄 K 产生，那么不要随便做加仓啊，依旧呢前期反包买进的仓位拿着即可。当下呢就等黄 K 后的调整不破飘带，而后去等待压力的突破，或者说回踩再去找买点。所以当下呢就是黄 K 不要随便买，这是第1根，今天第2根2根里面取高点作为压力，飘带的下沿看能不能转为支撑 121.672。当时这里出现一个下跌，就是在飘带下沿受支撑啊，出现的再次上行突破上沿。然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HMS 是不是也是同势股？整体是一个黄色带，当然它更像是弱势股，因为它的黄色带持续的时间比指数要长。目前是170跌破有效，黄色带呢有压制，而且黄色带已经跌回来了，所以反弹黄 K 跌破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反弹高点。2次回踩有很大概率要破前低，除非这里能够往上破飘带上沿。飘带上沿的压力是39.555，那么这个概率目前大吗？当下不能够说它很大
因为它是一个下跌趋势啊，向下的概率会比向上要更大，也不是一个做空的主要选择。而后再看到 APP 的话就属于反弹强势的个股，并且飘带已经要转色了。我们看一下黄色带出现的时候，突破的第一根、第二根，所以这里是一个压力啊，压力之下回踩有止跌可以买，但是不能突破就要小心了。这里呢突破第一根、第二根还能突破，而且是缺口突破，所以这里的反弹是一个强势的多方。好，强势多方是否转为反转？飘带即将转为紫色。转紫色回调的时候有支撑有买点，那么就继续看涨。这根 K 线位置比较好，它刚好2号 K 线呢是一个飘带附近的共振区，所以这里将有可能转为强支撑，等待回调之后的买点再往上去看。它前期其实是有一个下降通道的一个形成，但目前的这通道被突破之后，它只要回踩不要太深啊，有机会是转为上行。但如果这个地方是假突破直接往下撑不住跌破，那就有可能还是走一个下降的震荡下行通道。所以这是对 APP 的一个看法。那么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ircle 是不是也是黄色带？黄色带出现时它往上涨好，但是只能够看反弹。任何的黄带下的上涨都看反弹，它的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的高点，它就会有压力。这个动作已经是少有突破能够去做到的，就很少有反弹能够去突破这个点位，可能就只有那么1-2次，所以每一次的止跌反弹都是反弹，一旦反弹力度弱，它可能就会有加速。而当前反弹力度呢是正常，因为在飘带之内，所以是正常突破。但你要注意，指数早就突破了，它还在飘带之内，所以对于指数来讲，它不算强势股，甚至同势股呢就偏弱。当前的结构属于超跌反弹，有补涨的一个嫌疑。当下呢是黄 K， 不要随便加仓啊。之前白 K 突破做买进，目前有黄 K， 等它是否能够出现低位的反转行情，突破2根继续向上破，而后回踩不破，找趋势反转点。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SMCI 就比 Circle 还弱一些啊，本来呢是强的，但是最近它这个走震荡，低位走震荡，而后成交量缩量，整体呢没有再出现明显的放量，所以这里呢有可能是资金没怎么关注，而后这个动作是否有资金在吸筹，哪怕有，它的力度也不强，所以当下就形成一个震荡行情。如果真的要走反转，还缺一根比较明显的放量阳线啊，直接呢把左边的白 K 给突破，当下还没有，所以这里呢就盘整震荡。它如果实在没有多方管它的话，没有资金看它的话，这里呢还会往下行，因为飘带的压力还在这里，没有买盘，那么顺势卖盘就继续的压倒股价。上方的压力是 34.101。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PLTR 也是一个正常反弹的范围，因为它到了黄带内收黄 K， 而后价格走势依旧是收阳线啊，还是不错的，因为昨天上影线，今天还能反包，所以整体多方是强劲的。那么多方强劲就有机会去往2根 K 线去走，2根 K 线走完之后再去看压力是否有出现高点形成。当下呢至少还能够看涨啊，市场走势还 OK。而后我们以防守位就是黄 K 低点。如果黄 K 低点跌破，那么反弹就容易结束。这一天的低点，昨天的最低价格就是 168.83。而后我们再看到 Coin 呢，是不是也是反弹？反弹到黄带之内，就是一个正常的反弹力度。那么空方就还未被改变，多头还行，但只是正常而已。反弹过程当中，频繁的在黄带下沿受压。而后它上方呢又有一个上沿和170，所以这个位置的夹角它是一个强压力。这个压力呢是在哪里呢？我们看到170日线当下是 295.85， 所以这里是个压力。而它的下沿目前是在 266.673， 如果收阴跌破啊，这里呢就会形成一个小级别双顶，而价格呢更容易偏向下。短线上目前还是可以看涨的啊，因为之前我们说过啊，这里有个缺口，短线被快速回补收阳站上，所以这个地方的风险就被解除了。那么它没有去继续跌破给我们去开空的机会，当下呢就走向上继续的看涨，前面就当只是一个回调而已，只是关注上方的压力而已。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ore 位，它的股价走势就是白 K 超跌，而后目前反弹时进入到了一个黄色带内，目前是整长的反弹，而反弹空间呢就还算是 OK 的。那么反弹呢，目前的压力就是左边的大阴线以及呢中轴线是一个夹角 84.752，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共振的压力，这个压力看能不能过。如果在这里收压力线，或者说在这里呢冲高回落，那么就要小心它的一个再次反弹高点。当前的股价走势，短线啊可以保持看涨啊，因为它已经进入飘带之内了，就维持看上方的一个压力位的一个冲击是否能够成功。但作为买点的话呢，目前不太好作为买点，因为这个股票是弱势股。我们之后看到美光的话，就是之前的紫色带
被跌破了，突破2根是压力，跌破2根呢就是支撑，所以在指示带中跌破2根，它会有支撑点，支撑点不破呢，这个地方就还有机会走出的是一个超跌反弹。目前超跌反弹到了黄带之上，目前要有支撑，而后不要去跌破前面的低点，那么就有机会它还是一个上涨趋势，只是这一波调整空方比较强而已。当下呢突破黄色带，黄色带的2号 K 线跟2根有压力。目前在这个夹角之中，一个是支撑，一个是压力，最好能够收一根阳线突破，那么就更容易继续去上方的高点去走，恢复趋势。我们看一下黄 K 就不要随便加仓了，关注飘带的支撑，飘带目前的下沿在 231.2 作为支撑点，如果收阴跌破，并且跌破黄 K， 这里就要小心继续往下去探。再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就已经构成了风险信号，因为它跌破了黄 K 的低点，在黄飘带之内，这里是个高点的形成，而后下沿呢，它没有去有效跌破 231.205， 这里还有一点支撑，但是因为跌破黄 K 的原因，所以这个地方还是以减仓为主，收一根阴线，再把下沿跌破，那么就是更加确定这个反弹高点的形成，而后往下看2次回踩，这是目前少数已经跌破黄 K 的个股，所以亚马逊小心前面的反弹利润要有所获利兑现。以上呢就是12月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在当下美股行情下，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份警惕和谨慎，不要因为连阳行情而丢失了一些理智。希望今天的视频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